大家好。这最角落的隔间，目前是规划用来堆放破碎的砖瓦。现在是收拾过程中的过程记录，姑且就请先放掉内部杂乱的状况。毕竟这旧猪舍已经闲置数十年，在内部结构上先找到了排水孔，这会方便日后的清洗过程。清出完整的瓦片后，却遇到了第一个不可控的麻烦，这也是意外的经历到河水倒灌的问题。上一个台风造成河道下游阻塞了，在这个台风来临前，光是灌溉河道的水，就体验到了河水倒灌是怎么一回事啊！这里早已经没有屋顶，是没有屋漏偏逢连夜雨的问题。对于上次风灾还没有整理好家园的乡亲呢，真的是辛苦了。至于下游河道阻塞的问题，就只能先继续等待了。而在先将完整的瓦片进行收拾时呢，发现被压在下方的土壤异常的黑之外，土壤里还有不同品种的蚯蚓，这种土壤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老黑土啊。毕竟这位置已经闲置几十年没有理会了。有的人会到山里寻找老黑土，据说只要几把摆进土里，菌种就会自动进行繁殖，算是天道酬勤的反馈吗？毕竟要收拾这里，真的需要一点功夫跟时间啊。另外，因为是陈年堆积在下方，这累积的不只是菌种，肯定也有很多草籽啦。要简单处理草籽，在封闭的空间会比较省事。而清理出来的这个现成封闭凹槽呢，其实是过往猪吃馊水的饭盆啊。刨掉内部的瓷砖后，多了透气往下渗水的效果。这现成的凹槽就先用来储存收纳蚯蚓与老黑土。虽然说只要几把就很有用啊，不过这带有很多草籽，使用时得小心。而每天报道的隔壁小黑呢，有个非常厉害的特质啊，几年来对于人世间的热情一直不减啊，这是自己深感不足的地方。而这现成的凹槽还有砖头封闭住下方，但是怕雨水过多时会积水严重，导致蚯蚓逃之夭夭啊。因此，再利用瓦片将整个凹槽的深度进行垫高，水太多时呢，可以从缝隙流掉。另外，这日后上方棚架搭设好，也多了一个退路啦，可以当做简单的种植槽。挖起腐殖老黑土后，可以发现很肥的蚯蚓，比较纤细会跳的蚯蚓品种，很快就钻到下方去了。而这原先的饲料槽是可以当作喂食秀啊，只是蚯蚓消化食物的速度很难快速看出来。但就浇水或是添加易肥时呢，人也可以就在外侧就好，算是方便之处啊。模拟完成，马上开始善后，很多人会觉得无聊吧？最后暂时先利用瓦片做封存的动作了，一来可以遮住日照，也降低水分流失的速度啊；二来也可以压抑住草籽生长的速度。这经过3天的时间，外露没有利用瓦片盖住的位置，草籽就开始展现生命力了。以上进度，谢谢收看。